2022年4月6号提的车，刚满1年，阿超刚刚做完4万公里的保养，花了331块啊。其中呢，就有一个制动液的更换，工时费120，加上55的制动液啊，175块啊。说这些呢，其实想给大家说的是啊，阿超没有收1分钱的广告费啊，或者说啊拿什么好处了。你看331块啊，1毛钱都不少，并且呢，按照我对车的了解是6万公里才会换刹车油的，但是4S店他要你换，你说你不换又担心以后的质保问题。就换了吧，反正也不贵。所以呢，我对这台车的评价绝对是站在一个车主的这1年4万公里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体验来给大家分享的，免得兄弟们呢说阿超收了广告费的只说好不说坏啊。其实呢，任何一台车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啊。首先，作为一个正常人选车的时候啊，第一个肯定是看它的外观，看它的配置，看它的一个稳定性啊。我个人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啊，能够把你安全的、稳定的送到这个地方。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台好车。首先，我们第一就从安全性谈领跑411。据我所知啊，领跑这个品牌所生产的没有一例自燃的啊。对于新能源车自燃这个事儿啊，很多车主都非常在意的。你看那个抹拉啊，什么刹车失灵啊，我们不管它真假，但是呢，这个对这个车的口碑还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抹迪啊，它这个自燃经常有啊，年纪大了什么鸟都有了。如果说你的销量这么多，几百万台的车，其中有1、2台，不管是因为这样的原因、那样的原因自燃了啊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而我们的领跑411呢，目前为止啊，据我了解是没有1台发生自燃的，这就是安全，安全是绝对摆在第一位的。第二呢，那就是一个稳定性。我所理解的稳定性，就是在我这1年的时间，4万公里的这一个时间段，它从来没有把我丢在路上过。这个前提是指，因为这台车的质量原因，就是什么动力电池受限啊，或者说这样那样的原因呢，导致你这个车动不了了，必须要叫救援把这个车拖走。当然呢，确实还是有一次把我丢在路上，这个不怪车，是怪我。是我撞过啊，就是大年初1的时候呢，撞到这边。当时呢，我以为啊没什么问题的，就是这个保险杠破了一点，包括什么灯都没事。结果呢，开了2步之后，这边这个轮子啊，它移位了，上下摆动。后来拖到4S店检测呢，是发现它的一个下摆臂的里面有个衬套破了，还是移位了。就今年大年初1的就拖到4S店，一共修了小半个月啊。这是唯一一次把我拽在路上了，但是与车的质量无关啊。说到事故呢，我又再聊一个题外话题。第一个题外话题就是它的出险啊，在我这1年的时间内呢，我出了3次险。第一次一个纯边花了800多，第二次这里全部拉了一道啊，花了7000块钱吧，包括换那个灯，这些3个面的油漆面钣金。第3次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前面啊这里是撞到一个线宽墩了，然后呢看上去没什么事，就一个保险杠啊，然后这里面的东西修了4000多还是5000多。3月份的时候呢，就陆陆续续接到保险公司推销保险嘛，然后给我报价，最高的报到了8000多、9000多啊。说实话，这个没想到啊，因为我新车第1年的话是只买了4600块钱的保险，没想到翻了1倍啊，出了3次险。后来经过我等等的去磨呀，通过我的一些关系去，这台车的最终的保险呢是花了5200块钱，还好就涨了几百块钱，这个我还是能接受的。希望呢今年平平安安的，不要出险了，明年呢就保险不要给我涨价了。哦，对了，再说第2个题外话，就是第3次碰撞的时候呢，它是在一个拐弯的路段啊，当时我去看导航去了，这个确实是我分神了。路中间啊有一个这么宽、这么高的一个线宽墩，然后呢就这么撞上去了。还好当时速度不快，因为是一个90度的拐弯，所以呢我对这台车的一个主动安全啊、主动刹车安全，我感觉这个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作用的。那么大个10吨他都没看到，还是直接撞上去了。平时的时候，如果说前面有人有车，速度快的时候，他会提醒你说啊，去刹车啊。就好像记得就有一次，他帮我刹过车，其他的时候都没有。而帮我刹车的时候呢，是我不需要他帮我刹车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啊。反正这个主动安全啊，就包括了什么 ACC 啊，还有 LCC 的这些辅助功能了，对于我来说有如鸡肋啊。当然了，有肯定是比没有好，但是它一些跟车的时候啊，或者说前面明明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它 ACC 也会突然给你来一脚啊，这种体验感非常不好。好，题外话聊完了，我们继续再回到这台车上面。第3点，
大家所关心的就是4万公里的电池有没有衰减呢？目前来说，我感觉还好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可能因为电池活性的原因呢，只有到580多、590不到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啊是春天了，4月份了，武汉的平均温度都是在15到20度之间。充满电的情况下是601、605，并且前面那10几公里呢是非常之虚的。我605充满了，然后再回来2公里的路程，它掉了10公里，所以了胜于无啊。我觉得还是应该会有一点点衰减的。再就是4万公里的车，它的续航怎么样？我去年也拍过这台车的一个续航，同时期啊，也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拍的。它的续航是在8.5左右，但目前来说啊，就在我上一项店跑完的时候是601公里，还剩100公里我就充的电，其中掉了500公里的续航，实际上只跑了400公里，基本上就是一个8折的状态。这是一个春天这么一个状态。如果说你是在冬天或者在夏天的话，它的续航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实际体验的话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在7折左右。夏天呢肯定是要开空调的，但是冬天呢我们一般都是靠多数啊，或者说用一下座椅加热暖气啊，对于电动车来说真的是一个奢侈品。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，它这个车的雨天和晴天它的能耗还是差异蛮大的。今天上午我来的时候是晴天，它能耗显示可能就是17、18，但是下午我回去的时候，变成了雨天，温度呢可能会略有降低，但不会降很多啊。但能耗它就变成了20，只要是雨天，它的能耗很少有低于20的。当然了，我觉得它这个能耗表呢是一个欢乐表，因为它经常啊在没有更新之前，就是在老款33版、72版之前呢，经常会有那种欢乐表，什么35的能耗啊，一大堆啊。这个就姑且不谈。